各位網友好啊！就在上個月7月底，在泰國發生一起震驚世界的共有5個人被害的惡性案件。由於事發地就在玩叔所住的村務里府的芭提雅，所以玩叔的心被貼到了嗓子眼，不禁會問一個大家都關心的問題：泰國還安全嗎？今天玩叔就來扯一扯這個事兒啊！就在村務里府芭提雅周邊那片看似平靜的樹林和椰林被警方徹底掘開，5具冰冷的屍體其中包括一對年輕的俄羅斯姐弟，以及一個慘遭滅門的泰國本地的3口之家。當這些殘暴的案件暴露在盛夏的烈日下時候，整個泰國社會為之震動。這起特大的惡性連環殺人案不僅迅速登上了各大國際媒體的頭條，更迫使泰國總體兼內政部長阿魯廷他臨時中斷了在外地的考察行程，搭乘直升飛機緊急飛赴現場督辦。站在案發現場，阿魯廷面色鐵青地吐出一句震撼全國的話，他說：“這不僅是謀殺外國遊客和3名泰國同胞，這簡直是在謀殺整個泰國國家。它摧毀了我們贏得國際信任而建立的一切。確實，建立一個國際信任安全環境可能需要10年、100年，毀掉它1天就夠了。那麼這起駭人聽聞的案件呢，如同一把手術刀，精準地切開了金碧輝煌的泰國旅遊的國度的表象逼迫所有人和決策者直面一個直擊靈魂的拷問。什麼拷問？就撕開浪漫的熱帶風情與繁榮的觀光經濟之後，泰國還安全嗎？泰國還能去嗎？我們首先來看看治安的底線就是從這個謀財害命到連環滅門的觸目驚心。當我們復盤這起案件的這個脈絡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不僅是殘暴的手段，還有犯罪分子那令人髮指的隨意性的殺人的冷血。根據警方通報與嫌犯的供述，案件的起因僅僅是為了搶劫一對年輕外國遊客的摩托車。22歲的姐姐戴安娜和17歲的弟弟羅曼，俄國人，於在2021年隨家人呢移居這個芭提雅，他老媽移居芭提雅了。那麼他們是這次才來，沒想到這一次普通的出行會成為一個黃泉路。那麼兇手呢假冒警察攔截，槍殺弟弟，殘忍毆打還在反抗的姐姐，隨後也將摩托車拆解掩埋，並將屍體呢草草棄於了這個椰林荒野之中。然而當警方順藤摸瓜深入審訊時，卻驚恐地發現這絕非偶然的謀財害命，而是一場帶有深度社會毒瘤色彩的一個連環作案。在另一處椰子林裡面，赫然埋着此前失蹤長達數周，同樣是遭該團夥殘害的一家3口。那麼涉案的嫌犯多為有犯罪前科、劣跡斑斑且深陷毒癮的社會邊緣人。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敢於假冒執法人員行兇，作案後毫無忌憚，這暴露出泰國部分地區在基層的這個社會治安治理、刑滿釋放人員的監督管理及槍支毒品管控上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黑洞和漏洞。當底層的暴力分子可以如此輕易地剝奪外籍遊客和無辜平民的生命時，那種深層次的那個失控感便會如病毒般的在社會蔓延。我們再來看一看，針對這個泰國國家形象的國家級的謀殺它也是对旅遊經濟與安全信心的一個雙重的一個坍塌。阿魯廷總理之所以用這個謀殺整個泰國國家來形容這場悲劇呢，他是切中要害的指出了現代這個泰國的這個命脈所在，因為國家信譽和旅遊經濟是泰國的命脈。對泰國而言，旅遊業和國際投資是其經濟大廈的基石。無論是遠道而來的歐美、俄羅斯遊客，還是來自於亞洲各國的商旅和長居者，像玩叔這樣的退休後長居，拿着 DTV 簽證的，他們選擇泰國的核心底氣在於
暹羅微笑背後呢，相對安寧與包容。然而，近年來接連不斷的涉外的這個惡性的這個治安事件、灰色產業的這個滲透，包括這個綁架勒索案時有耳聞，已經讓泰國的國際旅遊形象蒙上了陰影。加上這次俄羅斯姐弟的慘死，直接刺痛了國際社會對泰國安全的敏感神經。俄羅斯作為泰國的重要的客源國與投資國，其公民在旅遊勝地慘遭搶劫滅門啊，那麼瞬間通過了跨國網絡發酵啊，成為外交與信任危機。正如總理阿魯廷所言，政府與民間花費了數十年，投入無數資源才建立起來的國家的安全招牌，可能因為幾個暴徒的幾聲槍響，而在數日內毀於一旦。國際遊客的安全感一旦崩塌，資本與遊客的腳就會投票，這才是讓泰國高層感到真正恐懼的國難。所以泰國這次政府啊，這是同赴國難的啊。我們再來看一下亡羊補牢的問題，就是說這次的重點治亂與制度重建的一個艱難選擇會如何呢？因為面對輿論的海嘯與國際社會的這個側目啊，泰國的官方反應可謂迅雷不及掩耳。從嫌犯落網、總理親赴一線，到公開向遇難者家屬誠摯道歉，並且強硬表態絕不減刑啊。強調保留死刑啊，並徹底清查涉案保護傘。泰國政府展現出了極高的這個政治危機感啊，這一點完叔點個讚啊。然而呢，僅僅依靠高層震怒、緊急公關與領導人現場督辦的這種表態，治標能否能治本呢？完叔也打個問號啊。因為泰國想要真正的回答還安全嗎這樣一個詰問呢，必須進行刮骨療毒式的系統性的改革。比方說，能否重塑基層法治和警務的公信力？因為假冒警察行凶之所以屢屢得手，折射出部分地區的執法監督的形同虛設。他必須嚴厲打擊假冒公權力行惡的猖獗行為，淨化基層警務的環境。所以說，這個是之前泰國有過這個問題的。第二個就是強化高危人群與槍毒的管控。你像涉案人員多為剛出獄、吸毒、無正當職業的這個違規社會人員，那麼泰國急需建立更具穿透力的社區矯正和高危前科人員的監控機制，切斷毒品與地下黑金鏈條的勾連。再一個呢，要打擊這個適當的打擊這個灰色產業的溫床，是吧？近年來，芭提雅及其部分旅遊城市呢，屢屢成為了跨國犯罪代持資產以黑產的溫床。你若不能徹底鏟除這些這個藏污納垢的灰色地帶，那麼類似的悲劇便難以根絕，對吧？所以完叔的結論又來了：泰國還安全嗎？平心而論呢，完叔也不喜歡看到這一點啊。那麼這起慘案呢，雖然令人發指，但它本質上是極端惡劣的個體犯罪與基層治理失效失職的一種產物，並不能完全能夠定義或者描述整個國家社會的全部面貌。那麼絕大多數的泰國民眾依然是善良的、溫和的和熱情的，這一點完叔毫無質疑。泰國老百姓這種樸素。然而，對於數以千萬計的外國遊客、投資者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而言，安全感從來不是靠宏大的口號或者官方的所謂的擔保來施捨的，而是靠每一個深夜能夠安穩入眠的這個細節，每一次獨自出行不用提心吊膽的法治來構築的。如果泰國不能借此學的教訓徹底的整肅一下治安，重點治亂，那麼謀殺國家形象便不僅僅是那幾個扣動扳機的兇手，而是無視系統顧及的麻木和縱容。我們也願逝者安息，也期盼這場悲劇能真正成為泰國治安走向徹底變革的一個清醒劑。以上觀點講的不對的地方，大家和完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